在古代战场，男人永远是战场上的主力军，因此大部分冷兵器都是奔着战场和男性使用所设计使用的。那么，在历史上有没有适合女性使用的武器呢？我们知道，一般的讲女性相比于男性而言，在身高和体重上都稍微偏低，因此力量和爆发力较弱。但是女性的耐力、敏捷以及感知力更高，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适合女性的武器应该偏向重量偏低、长度适中、注重敏捷和技巧的武器类型。另外，女性不需要面对高强度的战斗，应以游走和防身为主，因此一些便于携带和隐蔽的武器也比较适合。4成经过翻阅资料，终于整理了4大适合女性的武器。第4种居然需要女性裸斗，以及不推荐女性使用弓弩的原因。首先，4成推荐女性使用的首款武器是日本剃刀。熟悉朋友应该都知道，剃刀是日本长柄武器的一种，长得和眉间刀差不多。原来是日本僧侣骑兵的专用武器，只不过后来随着火器的发展，剃刀这种用来对抗骑兵的利器作用大大降低，但因其重量较轻，外加对腕力的要求并没有那么苛刻，对于女性而言能够更好的掌握。所以剃刀后来就成了女性武者使用的长柄武器之一。剃刀前端的刀头部分被称为穗，由刀匠负责锻造的也主要是这个部分。而剃刀由于要连接木质的长柄，所以在穗下方预备埋入木柄内的茎也比普通太刀要长很多。穗的形制主要分为2类，刀身较细，反而深度也较浅，整体形状平直纤细的种类被称为茎形剃刀。这个名称取自日本悲剧英雄源义经的爱妾镜玉前。这类剃刀也有一个别名叫男剃刀，因为尺寸较小，更适合面向实战。而另一种刀身幅度更宽大，反的深度也更大，整体形状更接近大刀的种类被称为8形剃刀。这个名字取自木曾义重的爱妾，著名女杰八玉前。与男剃刀相对，8形剃刀别名女剃刀，因为这种剃刀的穗更大，反更深，以女性的力量也更容易地发挥出大威力的劈砍。像剃刀作为长柄武器，它的刃长一般在30到60厘米之间，但也不乏长度超过90厘米的特例，能够很大程度上抵消女性天生的相对劣势。我们知道，钝器类武器主要依靠运动产生的动能来打击目标，因而武器越重，速度越快，便越有优势。像中世纪的钉头锤妥妥的破脑神兵。相反的，剃刀这类武器可以利用武器的刀刃，即使没有猛力的挥舞，也可以依靠砍在目标身上时，瞬间产生一种类似于抹的力量进行切啄，主要利用了金属刀刃的微锯齿结构，从而降低使用者使用的条件。除此之外，剃刀这类长柄武器可以与敌人拉开距离优势，利用杠杆原理来加快刀刃的运动，从而减少与敌人近距离进行决力的机会，这对女性使用者来说十分友好。一般的讲，在使用相同武器的情况下，战斗距离越近，对于力量的比拼就越看重，相反距离越远，就更加注重技巧和敏捷。这女性武者在使用剃刀拉开距离，就相当于将自己的长处和敌人的短处进行对抗，获胜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再加上剃刀还是一种可刺激、可劈砍的兵器，难以进行防御和格挡，因此剃刀应该是一种比较适合女性武者的兵器。其次，女性武者身体比较柔软，太过坚硬的兵器不合适的话，那么软鞭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软鞭对于女性来讲有一种莫名的合适感，它在古代因其形状属于奇门兵器的一种，既是奇门，所以它被用在了除战场以外的各个领域。比如在古代，软鞭可以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使用的工具，也可以是祭祀时使用的利器。鞭子最辉煌的时刻更是追随成吉思汗一路干到了欧洲，从波斯打到了俄罗斯。蒙古自古都以骑兵最为出名，那鞭子自然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当时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是当时欧洲的噩梦。这个时期的鞭子就成了蒙古铁骑力量的体现，算是一种独有的文化特征。我们平常能见到用到的软鞭，大多都是用动物的皮革、鸡或是麻等材料编制而成。这种材质的鞭并不适合战斗使用，更多的是用在放牧、祭祀、刑罚等场景。
另外，在一些古代比较隆重的庆典上，还会有专门的官员用软鞭甩出一声声脆响来烘托气氛，这种鞭被称作鸣鞭。在现代的一些重要庆典上，为了环保，都会选择此类方式替换鞭炮、烟花。至于鞭子的另一个用处就是惩罚。古代的鞭刑是一种很残忍的刑罚方式，专门用来惩罚罪犯、逃兵的。这种刑罚使用的鞭子会在上面加装刺或者钩，一鞭子打下去必然会皮开肉绽。受完刑罚，最起码要在床上休养3个月。当然了，在现代也有类似的惩罚鞭子，那就是皮鞭。只不过这些特殊用处的鞭子往往会将鞭梢制作的很多，用来分散力度。这样做在相同的力度下，受力面积越大，压强就越小，就越不疼。某种意义上算是给入门的新手一个满足自身欲望的同时，也不至于饱受皮肉之苦的捷径。至于观众老爷，你们用不用得到皮鞭，将使用权交给谁，那就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了。各位请自己去解锁其中的快乐。除了以上这些鞭类外，还有一些是用很多铁质短棒加铁环连接起来的铁鞭，一看材质就知道这种鞭很适合用来当战斗用的武器。要是让4成在皮鞭和这类铁鞭中给大伙推荐，妥妥选择后者。铁鞭一般分为鞭把、鞭头以及中间若干铁棒3个部分。这种铁鞭的种类有很多，一般都是按照鞭的节数去划分的，有3节鞭、7节龙、9节鞭、11节霹雳等等。只不过我们现在都叫它9节鞭。软兵之母的9节鞭非常适合女子习练，而且它可以缠在腰间，方便携带。长度因人而异，没有规定的长度，因为在武术界有着鞭是一根绳，全在缠的经的说法，因此鞭的长短也根据每个人的习惯和要求而定。而一般情况下，9节鞭最合适的长度是用鞭把顶住下颚，鞭头碰到地面为最佳长度，它的重量也同样如此。一般女性武者最适宜的重量在400到600克，它的攻击方式为缠、抛、挂、舞等，特点就一个字：快。越快它的威力越强，使用起来难度偏高，技巧性很强，稍不注意就会打在自己身上，所以能够使用这种武器的人并不多，因此这类技巧性的武器是非常适合女性武者的。同为奇门兵器，除了柔软灵动的软鞭类武器外，一些小巧的兵器也十分适合女性武者的使用，就比如峨眉派的代表武器峨眉刺，就以体积小、便于隐藏闻名，是很多刺客的不二之选。再加上峨眉刺很好的突出了1寸短1寸显的特点，它的造型很适合隐藏于女性武者的发髻中。要不是用于刺杀，在面对梨花带雨的女性刺客时，敌人都会在心里放松警惕，这样刺杀得手的几率就会增加，令人防不胜防。关于峨眉刺这种兵器，相信喜欢武侠题材小说或者是影视剧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峨眉派的女弟子个个都是此剑高手，对敌时颇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感。而许多人对于峨眉刺的渊源其实有很深的误解，看它奇特的外形类似于古代女子使用的发簪，加上影视小说中经常被女性角色使用，这下意思认为峨眉刺是由女子所创，但其实并不是。它的起源说法有很多，其中流传比较广的是峨眉刺是由古代峨眉山上一位叫白眉道长的武学高手所创。峨眉刺适合女子习练，属于短兵器的一种，一般为双手持握成对使用，所以也叫峨眉对刺。一般的峨眉刺通体长度在30厘米，形制比较短小，整体看上去就是一根放大号的双头针，扁菱形的枪头刀刺十分锐利，要是来一下直接就是贯穿伤。峨眉刺的刺身中间比较粗，上面有一个孔洞，用来安装指套，使用时只需要将指套套在双手的中指上就可以用来攻击。再加上峨眉刺的指套并不是固定在刺身上的，因此它能以指套为中心进行旋转，对敌时是一个很不错的迷惑干扰手段。它的使用方法和拐类似，兼具了刀、棍、剑3类兵器的使用方法，可刺、可劈、可架。女子习练后配合步伐，攻击灵活多变，在辗转腾挪之间便可以将手中的刺置于敌人的要害之处。
最后配合它轻巧的体积、便于携带的特点，峨眉刺非常适合女性武者的学习和使用，尤其遇到骚扰时可以用来保护自己，是一种很实用的防身武器。最后一类武器，4成推荐剑类兵器，一种是中国短剑短刀，另一种是欧洲刺剑和女子裸斗的小剑。这2种共有的特点都是方便携带且偏重技巧。中式短剑短刀属于批次类的短兵器，算是我们常见剑器的短刃版，只不过古代对刻度的衡量标准不同，一般都是20到69厘米之间的兵器都是短剑短刀，它们有单刃双刃之分。短剑相比于长剑，携带方便，容易隐藏，即便是在火炮技术发达之后，仍是不少士兵手中的武器。况且这类兵器便于荼毒，让其成了一击毙命的兵器。就像当初荆轲为了刺杀秦王嬴政，他就搞到了一把匕首，叫徐夫人匕首，而且为了刺杀成功，还专门进行了淬毒处理。据说这种匕首只要割伤皮肤，立马就会死于非命。对于力量小、注重技巧的女子来说，短剑短刀类武器和峨眉刺一样，在柔弱外表的配合下，趁着敌人防备松懈，就能给予致命一击，可以说是非常适合女性武者。而欧洲的刺剑以及女子裸斗的小剑，4成认为是最合适女性的冷兵器。刺剑起源于意大利，流行于欧洲，是贵族们用来决斗的武器，因此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完整的剑术体系，是一种极其致命的兵器。曾经在格斗盛行时夺走了无数贵族的性命。刺剑能流行起来，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皮糙肉厚的装甲当道，把很多破甲能力不足的武器一脚踹出了大环境。再加上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比起砍人一刀造成的撕裂伤，戳一下造成的穿刺伤害更致命，并且因为盔甲制作工艺得到改良，其价格大幅下降，士兵着甲率大幅上升，挥砍动作的破甲效果也比不上刺击。同时，随着铁手套的普及，演变出了一种将手指搭在护手上的握剑方式。种种因素叠加之下，对手的肉质越来越差，从前战场上砍人的手法逐渐行不通了。这时候就诞生了2拨人，其中一拨人见劈砍不行，放下刀剑，转去用锤炼枷之类的钝器去了，而另一拨人则开始用突刺型武器，这些武器就是刺剑的雏形了，例如破甲剑和侧剑。不过战场上十分混乱，所以比较看重武器的兼用性，所以这个分支下也诞生过能刺能砍的武装剑，这种满足各种需求的武器，而常常是单打独斗的街头决斗，有更多的机会调整自己的架势和站位，所以更加看重个人的武艺。刺剑走的就是这个路子。刺剑剑身的宽度大致在1英寸，约2到3厘米之间。多棱状的设计增加了剑身的强度，重量在2磅至2.5磅之间。剑身的横截面非常厚，坚实而富有韧性，可以承受极大力量而不折断。一般刺剑的剑身并不开刃，但剑尖极其锐利，因此它也更加注重刺激。它把剑的重心放在了靠近护手的地方，这样更加容易控制出刺的方向，并且更容易复位，所以刺剑还受到了众多剑术大师的青睐。相比平均刃长80厘米的单手武装剑，刺剑的刃长平均长度为100厘米。俗话说1寸长1寸强，刺剑很快成为了街头决斗的明星。到了欧洲的18世纪，刺剑还演化出了一种专门用于决斗的小剑。正因为小剑出现的时间较晚，所以关于小剑，很多朋友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认为小剑是迅捷剑的更快更强的演化进化版本，又细又小又短的小剑，这又正好是男人都不喜欢的细小短，但这对女人来说并不是问题。这文艺复兴后，由于生产力和思想都有了进步，女性权益开始觉醒，因此对于决战解决事情的方法，女性也加入了进来，用剑去比武以达到社交的目的，或是达成某件事情的共识。然而由于生理原因，大多数女性的肌肉训练比男性见效的要慢，因此双手长剑或是刺剑这类兵器多少有点不合适。这不，小剑一诞生，就迅速在女性决斗圈里火了起来。这种小剑轻
轻盈且美观，整件只有500到600克，非常适合女性，偏重耐力和敏捷的特点。同时，它也是现代击剑运动的前身，因此4成认为小剑是最适合女性的兵器。至于为什么女性决斗要半裸，那是因为18世纪的医疗水平比较差，感染死亡率比用剑杀死的概率还要高，因此女性在决斗时，为了防止衣服碎片进入伤口引发感染，就袒露上身进行决斗了。可能很多人会疑惑，在各类小说和游戏中，弓弩都被描述成女性的标准武器，为什么没有被推荐呢？其实4成觉得弓弩对力量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女性的身体素质并不一定能驾驭得住。首先是弓箭，就是利用弓臂和弓弦在拉紧时产生的巨大弹力将箭射出，但弓箭本身就很重。其次是在拉弦射箭时，需要一直用劲儿把弦拉满进行瞄准，说白了就是费力、难度大，还容易手酸。所以4成认为弓箭并不适合女性。按照武备志记载，士兵使用的弓至少要40斤，40斤力的弓属于人皆可以用的级别。考虑到明代的斤比市斤要略重，40斤的弓差不多就50磅左右。而一些精锐都是拥有虎力的人，能挽类似英国玛丽罗斯号挖出来的150磅英格兰长弓。你想想，在古代使用弓箭的哪个不是威猛精壮的汉子？对于箭矢来说，按照高氏五经射学正宗的弓箭轻重配比法，100斤以上的弓箭矢可以在60克上稍微加重一些，而弓磅数凡是低于30斤的弓，箭的重量最低18克，最轻不能再轻，不然就算射得准，箭也没有威力。也就是说，女性武者要背着50磅左右的弓箭进行辗转腾挪，可以说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儿，这还不外加近身格斗兵器，因此弓这类兵器根本就不适合女性使用。供女性娱乐的弓都是特制的低磅弓。再说弩，那就更不合适了。虽然弩是在弓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得到的，加装了一个固定装置，能够很好的节省体力，只要把弓弦拉满扣住，就能一直保持瞄准的状态。只不过开弩所需的腰力对于女性而言过于巨大，而且弩相对于弓来说，需要先拉弓将其扣在弩机上，然后将箭支放在上面，因此弩的装填时间比弓长得多。另外，虽然它相对于弓轻便不少，但对于女性使用者来说已经太重，而且弩也因为舍弃大体型，导致在相同开弓磅数下，弩的射程要比弓近得多。至于古代军队为什么会更多的选择它，主要是因为弩比弓箭更容易上手，且觅死率低。像大汉的大黄弩、诸葛连弩、申臂弩等等，都是十分出名的制式兵器。而且即便是到了现代，弩依旧获得了世界部分军警部队的重视，因为弩在发射时无声无光无高热，既可隐蔽射杀目标，又能避免引爆周围易燃易爆物品。这些特性使弩在现代反恐与特种作战场合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作战运用。因此，弩虽然适合军队，但并不适合女性使用者。好了，有关适合女性的兵器以及弓弩不被推荐的原因，4成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